见太子殿下。此处竟有酒喝。这些酒是国酒，如果阿离要喝，你可以喂他喝一点，但万不能让他喝多了。时令的蔬果们也都可以给他吃一点，但美阳只能吃半个。你这既当爹又当娘的，真是不容易。这么多年，习惯了。你这幅扇子上面的桃花画得挺好，但缺了应景的诗词。不如你先泡着，我去给你提好词，你来书房找我。好。娘亲，父君怎么走了？不同我们一起泡吗？天将降大任于你父君，你父君去接大任了。上神请用。刚刚是梅子酒，这杯呢？回上神，这是枇杷果酒。枇杷果，我在青丘的时候最喜欢同阿离吃枇杷了。是啊，我娘亲最爱喂阿离吃枇杷了。醉了啊？身上这么滚烫，看来不是装的，这也太不胜酒力了吧？小殿下头一回喝这么多酒，醉成这样，奴婢还是把他送去药王府看看吧。不必了，我喝酒也喝了10几万年了，也算半个行家。阿离刚才喝的这个酒啊，是鲜果发酵酿成的，喝再多也不会醉人的。可，奴婢还是怕会有什么闪失。他是男孩子，不必这么娇生惯养。你听我的，将他抱回去睡一会儿，过3个时辰，他指定就醒过来了。是。上神请用。这小婢女竟对旧主如此忠心，她的旧主已经走了有2、300年了吧？回上神，奴婢并不清楚洗蜈宫的事。太子宫中的事情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奴婢只听说当年洗蜈宫发生了桩事儿，当时的仙娥和侍卫们都被天君贬居下界仙山了。看来天君为了掩盖这件事，还真是想得十分周全，连仙娥都换了。难怪我在青丘只听说夜华极宠爱素锦，宫中再没有任何妃子，才理所当然地以为他唯一的儿子是素锦生的。上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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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神昨日说小殿下3更便会醒来，如今已过了3更，小殿下却仍没有醒来的征兆，反倒是小脸越来越红。奴婢急得很，也没有别的法子，才来惊动上神的。耿贤的小娃娃喝了果酒，确实睡到3更便能醒过来。看来我是高估了阿离了。照他这势头，大概要睡到明天早上了。不过你看他这小脸红扑扑的，说明酒意正发出来了，你不必担心。你该不会自打昨日抱了团子，到现在眼睛都没合一下吧？放心吧，我等下渡他些仙气，保证明天起来又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团子。不过这小娃娃喝了酒，第2日最好喝些煮得糊糊的粥。你先下去歇息吧，养足精神，明早多些粥来。但小殿下若是扰了上神的安歇，你看他现在睡成这个样子，就算是将他团成一团，滚到庆云殿，他也未必醒得过来，如何饶得了我？
照顾小孩子真不是件容易事，这夜华也真是颇有耐心呢。来，小殿下还未醒过来。真是辛苦你熬了这碗粥了。这粥放凉了也不好，上神还未用早膳吧？若是不嫌弃，且请尝尝奴婢的手艺。不必了吧？这粥奴婢熬了2个时辰，若是倒了就可惜了。况且上神稍后还要去上清静的天泉，空着赴去也不好。你说的也是，那我便尝尝吧。果真是好手艺。上人，这么大阵仗，灵宝天尊真是有心人啊。娘娘，本宫晨间散步，受一股纯然的仙气指引，不经意就走到了这儿。怎么，这一览芳华里来了什么贵客吗？回娘娘，是白浅上神。是青丘的那位姑姑。你怎的也不去我宫里通禀一声？回娘娘，君上吩咐，任何人不得打扰姑姑。不用怕，本宫明白你是个老实人，只是你不懂，本宫是这洗梧宫唯一的侧妃，而姑姑她又是未来的太子妃，这于情于理，本宫都应该去拜见才是。娘娘，君上吩咐过，任何人不得靠近一览芳华。只是今日青丘的这位姑姑来了，作为晚辈，我不去行礼问安，这岂不是会坏了我们天宫的礼数？况且我也许久没有见过小殿下了，恰好去看看。可上神已经去上清静了，小殿下也还歇着，娘娘就别进去了。上清静？灵宝天尊的上清静，不是已经关闭许久，竟重新开了吗？君上说上神在异界大战一场，受了伤，这才去天泉疗伤。是吗？那本宫更要替君上好好招待这位上神了。那晚些时候本宫再来。我当初一见他，便晓得他是个不安分的。那东海上来的妙卿，昨夜果然出事了。也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事。听说昨天夜里，我们娘娘还去为那妙卿求了情，在君上的书房里跪了半夜。娘娘还真是万中无一的娘娘，人长得美，性子也和顺，却不知君上为什么从来也瞧不上她。我分到娘娘殿中这么长时间，却还没见君上来过一回呢。唉，娘娘不容易，真是不容易呀。是啊，娘娘这样善良慈悲，将来怕是要吃青丘那位上神许多苦头。
听他们说完。你可听说青丘那位上神，孝时已有14万岁了？竟有14万岁了？那不是成老太婆了吗？哼，老不知羞的，定是用法术迷惑了君上。我依稀记着，这天宫里有一道规矩，是不得妄议上神，是不是？是。这2个宫女太不像话了，惹怒上神。动怒倒是没有，只不过偶然听到别人这样说，不大顺耳罢了。虽然我是不太计较，但这天宫这么大，总是要让人知道，这规矩立在这儿不是当摆设的。你们说是吗？上神说的是。而且这后宫呢，最忌讳热闹。我看这2个小仙娥也是性子太活泼了些，恐怕不适合这份差事。不如你们挑拣挑拣，帮他们另谋份差事吧。是。今日阿离也不在，我自己在这天泉也是无趣。你们在此候着吧，我去挑几本书来。是。你是不是给阿离喝酒了？他从昨天下午睡到现在都没醒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过昨天多喂了他2壶果酒，让他醉了个酒罢了。他睡到现在都没醒，你怎么不通报我一声？为什么不找药王来给他看一下？阿离还是个小孩子，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我小的时候去偷喝折颜的酒，醉了4、5天都没醒，我爹娘也没怎么样。再说了，阿离不是个男孩子吗？你这么娇生惯养他，免不了长大了他要娘娘腔的。阿离不是你带大的，所以你就一直将他当成继子看待。如果他是你亲生的，你还说得出这种话吗？没错，老身自然生不出来这么一个活泼讨喜的孩子来。只可惜生了阿离的那位烈女子，已经跳下了诛仙台。老身师承昆仑虚，修的是逍遥道，自然没修得一副菩萨心肠，带不好你的阿离。我记得夜华君的那位侧妃，心地倒是善良得很，肯定能将阿离照顾得很好，免得在我这里吃亏了去。你不用说这种话来气我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一大早就被2个天族的奴婢编排也就罢了，回来还要被天族的太子教训。我来此处是养伤的，又不是受气的。上神，上神可见到方才是谁从这院子里出去了？怎么了？慢慢说。上神责罚奴婢吧，都是奴婢的错。上神对小殿下这般好，就算是奴婢的主子再生，也会感念上神的。此番若因了奴婢，让小殿下栽在素锦娘娘手里，那奴婢就……你刚刚说团子栽到素锦手里，是什么意思？是奴婢着急了。方才上神前脚刚刚走，素锦娘娘就来了，说是受了仙气指引，来一览芳华看看贵客，顺便看看小殿下。那素锦来见我？是。可君上早在300年前就说过，素锦娘娘是不得靠近一览芳华的。素锦娘娘这些年也一直遵守着规矩，可今日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来了，奴婢死活拦着才将她拦住。没想到我刚去后院打水，回来就发现小殿下不见了。你先别担心了，抱走团子的是夜华，跟那素锦没什么干系。上神说的可是真的？我骗你做什么？
若真是那素锦把团子抱走了，我早就去抢回来了，还留在这安慰你吗？那便好，那便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看你如此提防素锦，这素锦可是与团子他亲娘跳下诛仙台这件事情有什么干系吗？天君明令了，任何人不得提起此事。当年知道这件事的仙娥，都被派去各仙山，不在天宫了。好了，你不必说了，我也懂了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你便带我去看看吧。若团子无碍，我便将他抱回来。是。君上不必担心，小殿下只是酒量太浅，没什么大碍，在这醒酒汤里泡一泡，黄昏之前就能醒过来了。阿离怎么了？回三殿下，小殿下就是酒量太浅，多喝了2口。啊？好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哎，方才有人跟我说，你火急火燎抱着阿离从一览芳华冲出来，我还以为小阿离出什么事儿了呢，让你如此忧心。啊。我以为你把白浅带到天上来，也算好事将近，会心情愉悦呢。可看你这脸色，也没好到哪儿去啊。是因为要做新郎官焦虑了？本君听闻，折颜上神亲自去了西海，为水君的大儿子诊病。回天君，折颜上神如今正在臣的水晶宫。你真是好福气呀！当初夜华得了一场大病，多亏了折颜上神的医术，才保住了性命。看来你的大儿子很快就会痊愈了。谢天君吉言。哎，帝君呢？怎么还没回来？回天君。按照帝君的吩咐，他要在凡间活够60年，尝尽人间的苦楚。到今日正好是40年，还余20年。你写的运布，可否令他满意？那不敢说满意，但足够波折。帝君老人家享受的呢，那是一样也不能少。是吗？此时帝君在人间，正是微服出访、遇刺落难之时。遇刺落难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帝君天地共主时就从无败绩啊，这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敢得罪他。如今到了凡间，也让他尝一尝，什么叫遇刺，什么叫落难啊！凤九殿下，你可要保重了。
在喊谁？我在喊帝君。他口中所说的帝君是何人？算了，先不管他。九儿，他为何不哭出来？臣妾在未入宫之前，和家里的小姑姑关系最要好。姑姑每每会教育我，臣妾虽是女子，但是一定要不畏生死，护住想要守护的人。凤九，你是青丘帝姬，日后要承我帝位，守护我青丘一方子民，怎可随便就哭哭啼啼？九儿，朕就是要护住你的男人。今夜不是你们几个弑君，就是朕手刃逆贼。没什么奇怪，普通凡人。居然真的有命案！你，快去看看还有没有活口。是。哪里有狼蛛？哪里有狼蛛？轻啊！狼蛛！姑娘，你知道这哪里有狼蛛吗？九儿，你告诉朕，你口中的帝君是谁？就是你啊，帝君。在你救我性命之日，我便喜欢你。喜欢你喜欢的要了命，帝君，你要答应我，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这2年之约。2年之约，却是朕与九儿的。可帝君，莫非在九儿过去的家乡？会将天子称为帝君吗？九儿，别怕，朕一定会让你活下去的。活不活不重要，我只怕我这一死，你便会把我忘了。你不会死，不会死。
英雄，英雄，你可小心些，你这剑可不长眼啊！胭脂，你是从何处将他带来的？我在大街上看到他身受重伤，就把他给带来了。他是九尾狐一族的人。二嫂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九尾狐的人，就算我眼睛看不清，我闻闻他们身上的味道，便也认得。胭脂，他是不是年纪特别轻？不错。九尾狐年幼一辈，只有一个女孩，叫白凤九。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她就是白凤九，青丘白浅的侄女。白凤九。我离开青丘后，她才出生。虽然我没有见过她，但是我知道，青丘白凤九额间有一朵凤尾花。不错，是有个胎记，红色的，很像凤尾花。那你将他带来，是想借机对他如何？不是，二嫂，我并不知道他是谁，只是想替他疗伤，就把他给带回来了，却不知道他就是青丘帝姬。那正好，就算是你碰巧将他带来，就是他姑姑白起，因为憎恨我，亲手毁去了我的容貌。好，很好。今天老天将他送来，儿子，咱们先委屈委屈，用这个女人的身体先醒过来。待娘日后，再给你慢慢找合适的仙体。二嫂，你说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自然是要用那个女人的身体，让我的婴儿醒过来。不可如此啊！胭脂，难道你不想看到自己的亲侄子醒过来吗？也只能用上仙的仙体，才能唤醒我的儿子啊！胭脂，这是老天送给我们的机会啊！这种上古邪术，我不会让你用的。二嫂，你就放过他，将他下葬了吧。他早在生下来的那天就已经死了。不，他没有死，他只是睡着了，一直不肯醒过来。哪怕是他亲爹不要他，我也要让他活过来。婴儿是我辛辛苦苦拼下性命生下来的，我一定要让他活过来。二嫂，我本不想这么早和你说，可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你可知道神之草？神之草在天族，神之草是净化仙子的灵草，也是天族修炼的圣品。天族的人们会拿它来度修为去救人。我想，它是半个仙族。只要我们有了这个天族的圣品，也许他就有机会会醒过来。神之草，我怎么从没听人提起过，也没人跟我说过。我也是偶然听父君提起过。只要我们有了这个神之草，我就可以把我的修为渡给他。这样的话，就有机会让他活过来。既然是天族圣品，就一定会保护得很严密。你真的会带我去吗？二嫂，你信我，我一定会带你去的。就算是为了二哥的孩子，
我也愿意去试一试。所以，你要让我先救活白凤九。就算白浅对你做过什么，可白凤九没有伤害过你啊。等我救活了他，我们就动身去东海瀛洲。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。如今我不是异后，根本弄不到上仙的仙体，眼下的机会太难得了。二嫂，我就在门外，你若敢打什么坏主意，小心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。二嫂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我想通了。我是异界的公主，却无家可归，流落凡间。你是青丘的公主，却又是为了什么来到这儿呢？他说的可是真的？不可能啊！他怎么会这么好心？不，先不管他要做什么，只要跟着他，那个紫兰总有顾不到的时候。实在不行，我就拼死杀了他，让擎苍脱离东皇中封印。宝宝，只要你爷爷出来，他就一定会喜欢你，一定会救你的。小哑巴，告诉他我是好人啊！你夫人已经醒了，快过去看一下吧。哦，我的娘，吓死老子了！啊！你怎么来了？今日郊外发生命案，原本我是来查案的，后来听人说你带了一对浑身是血的男女回来，我放心不下你。我们认识有多久了？有5年了吧？这么快啊！我到这儿已经有5年了，又该搬走了。搬走？搬去哪里？哪里都行啊，东南西北，随便找个方向走下去。那我陪你去。你陪我？你一个弱女子，总要有男人护着。反正我无父无母，你想去哪儿，我便陪你去哪儿，护着你。围起来！是。皇上，臣救驾来迟。天佑皇上，臣等救驾来迟，还望以死谢罪。朕不是一个仁慈的皇帝。曹敬谋反，
我只要株连九族。凡是20年内与曹氏一族有过接触的大小官员、商贾平民，都要一一审讯，彻查到底。皇上，太子也要审吗？审。陛下，要是累，就再多睡会儿。我睡了好一会儿了，睡得我头都疼了。九儿，这一切，陛下不必多说。陛下只要记得，九儿受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，不需要任何赏赐。我只求陛下能够记住九儿，生生世世的记在心里。朕生生世世都不会负你。与你梦般的邂逅，让我忘了所有那一刻，你是否也心动？可是再找那串铜铃，陛下见过，被我收起来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陛下可否为我拿来一下？我看见你在等我，流光溢彩的灯火，你笑了，繁华已是无色。你给我的感动，也许前世的梦，就算短暂也为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伤你的那支箭。陛下还收起来了。不光要收起来，还要收一辈子。这个铜铃，自你与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时时带着它，很重要。是一个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。司命，过来。三殿下什么吩咐？听说东海的妙清被赶回去了。洗蜈蚣的事，小仙不清楚啊。天宫里的事有你不知道的吗？传闻啊，昨天晚上，那位公主在太子殿下的羹汤里下了催情药。太子殿下发现了，之后肃谨侧妃过来求情。就在此时，碰见了青丘的姑姑。姑姑一句话，殿下二话不说，把人给轰出了洗蜈蚣。传闻啊。哎呀，那真是有女人的地方就是非多呀。是，还好当年的墨渊上神不收女弟子，这要真收了，这不知道昆仑虚得闹成什么样子。对，这是运波啊，给我看看帝君是怎么御赐的。好。不对呀，怎么不对了？帝君御赐的难是过了，可我这上面少了很多的字。你看这空缺，莫非是帝君身边出现了什么天族或异族的人？哎呀，那帝君如今安好便是呗，这些小事也不用理会。要是真的遇上什么人，那也是天定的。
不是你我能管得了的。走吧。上神，团子如何了？回上神，小殿下如今已醒了。醒来了，为何不跟你一道回来？君上说，小殿下方才泡了药汤，今夜就留在紫宸殿了。那今天就不送过来了？罢了，我还是去看看吧。说什么青丘女帝，还未嫁人的女人都不懂得学会照顾孩子。阿离才这么小的年纪，就为了这么多的酒，睡了一日一夜，都不觉得内疚。若是以后嫁入洗梧宫，怕阿离是没有这样的好日子过了。青丘的人大多善吃酒，他并非有意而为。是啊，我娘亲她就是觉得我爱喝，就宠着我，让我多喝了几口罢了。还娘亲呢？谁教的？白浅上神。她就是娘亲，是父亲画上的那个娘亲。画上的？回娘娘，臣妾前2日见到姑姑时也吓了一跳，确实很像。总想让你忘了300年前的事情。如今，你心里有了这位上神，本宫反倒忐忑不安了。夜华，你告诉娘，你是心里真有这位青丘白浅，还是把他当做那个凡人了？母妃多虑了。夜华的妻子，便是天君赐婚的白浅，儿臣从未把她当作别人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作为侧妃，于情于理都应该拜见一下这位上神。臣妾今日便去了。不巧，姑姑她去了上清境天泉，明日一早，臣妾便再去一趟。好。上神，平日2位不是贴身伺候吗？今日怎能守在殿外了？君上在殿内和乐须娘娘在一起。乐须娘娘，夜华的母妃。正是。上神找君上有什么要事吗？也没什么要紧事，就是想来看看阿离。那要不要属下去通报一声？不必了，我迟些再来吧。母妃您真是总是取笑臣妾。你都嫁入洗梧宫300年了，肚子还没什么动静，我不该问问吗？娘娘，这事又不是臣妾说了算。白真上神，不必多礼。折颜可在里处？上神从昨夜来，就一直守在大哥身旁。他从不会因此乱了方寸。我总觉得你大哥的病哪里不对，却又说不出来是什么问题。白真上神说的不错，不论从我大哥病的起因，还是到折颜上神的表现，都很是蹊跷。不说了，先带我进去。上神请。
上神，从昨夜来你就从未休息，可否需要我吩咐下去，准备休息的房间？不必，我已经有法子救他了。稍后我会离开几个时辰，回来的时候会带一位使者，负责调养你兄长的身子。多谢上神，多谢上神呐！小儿病了600多年了，终于有得救了。可否请你们回避一会儿？是。前日你离开，我想起你的神情和语态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。现在你又让他们都下去，难道你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说？你倒是说呀！真真，你或许猜到了，父神的嫡子，这四海八荒唯一的战神墨渊，如今竟然弱得要靠旁人的一缕仙气来护养。墨渊？你说他是墨渊？是他，也不是他。墨渊就在这里，他在西海已经600年了。你可知道，昆仑虚荒废7万年，你的16个弟子散落四海找寻你的下落。你可知道，你的小17为了保住你的仙身，每日1碗心头血，养了你足足7万年。墨渊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师傅，是你吗，师傅？师父，好久没有梦到弱水河一战了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还是不敢相信，墨渊他真的回来了。真真，你先在这里守着，我去将小舞带过来。你要去告诉小舞？这是他师父，他用心头血喂了7万年的人，他判了7万年的人，我当然要立刻告诉小舞，让他马上来。不行，你不能就这样去。你的意思是，夜华？对，我就是害怕夜华会多想。你要记得，他是天族太子，
如果他知道自己的未婚妻这样对待别的男人，就算那个人是他的恩师，这也不妥。可夜华早已经知道墨渊的存在了。大紫明宫一战，就是他将小舞和墨渊给救出来的，你忘了吗？这不一样。就算他见到墨渊的仙体，也肯定知道墨渊已经魂飞魄散了。可如今墨渊的元神就在这儿，总有一天是要彻底返回昆仑虚，重振天族的。这可不同。此时的墨渊对他来说，是一个真真正正活着的人。你说的倒也不错。看来我让小舞知道之前，得去和这位天族太子见一见了。君上为何今天脸色如此难看？无妨，何事？哦，折颜上神来了。折颜。折颜上神。太子殿下，不知上神前来所为何事？墨渊要醒了。是吗？太子殿下难道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没有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醒。他如今借了西海大皇子的身体，正在慢慢的恢复元神。照眼下估计来看，大概还要7、8千年左右才能真正的回归到仙身。昨夜我去看墨渊的元神时，忽然想起小舞他拜师的那一年，他初次上昆仑虚，就是我带他去的。那时他听说墨渊是个战神，开心许久，还以为墨渊一定是那种有着3头6臂、气吞山河的上神。没想到拜完师后，他竟然还难以相信墨渊竟然长得如此模样。喂，你真没讹我啊？他真的是四海八荒唯一的战神墨渊啊！怎么，你都已经收了人家玉清昆仑扇了，也拜了师傅，难道后悔了？可他长得真的不像战神。我何处不像战神了？师傅，你生得如此秀气，像极了戏折子上那种与凡间小姐在后花园私会的小白脸，如何提得起轩辕剑呢？你是唯视我像小白脸？墨渊呐，墨渊，我这次真的送了你一个好徒弟，日后你可有的受了。哼！只是一时感怀，太子殿下不要太介意。无妨。夜华，你可曾怀疑过自己就是墨渊吗？没有。但我真的认错过，甚至于到昨晚上，都还在恍惚呢。我要去找小舞了。上神，请留步。可有什么法子，能让墨渊上神早日醒来？太子殿下竟如此想让墨渊早醒吗？只是
是先前这7万年来的夙愿。墨渊上神早醒一日，先前便能稍等一天。好，那我就坦白告诉你，如果想让墨渊早醒的话，首先我需要劫破灯。劫破灯。 上神醒了。你先洗把脸，我这就去为你准备早膳。不必了，我想去趟紫宸殿，陪团子一起用早膳，他应该会欢喜的吧？是呀，小殿下可喜欢上神了，一定会高兴的。我这就带上神去。罢了，我还是去上清境吧。 上神怎的不去陪小殿下了？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，稍有怠慢又要被人批评，还是避避嫌吧。妹妹昨日一直在紫宸殿里。 陪乐须娘娘照顾小殿下，今晨终是脱身，便急匆匆地赶过来，特意想过来拜一拜姐姐。你既然这么急着来拜我，为何昨日初见时不拜，现在才拜？这天宫与别处有些个不同，若是一场慎重的参拜，必得收拾出合宜的礼度。 方能显示出参拜者的虔诚。这按照天宫的规矩，姐姐方值天宫，妹妹便该来参拜的。只是这件大事，君上从来没同妹妹提起过。是以昨日初见，竟没能认出姐姐来，殿前失仪，倒让姐姐笑话了。此番妹妹来的这样迟，先给姐姐赔不是了。 却是我初来乍到，不懂你们这天宫的规矩。听你这样说起来，倒还挺有趣的。那你便依着这规矩来拜我吧。方才，妹妹已经拜过了呀。拜过了。你这拜也太平易近人了。 你这又是做什么？方才那一拜，妹妹是依着侧妃拜正妃的规矩；现在的这一拜，却是要拜恩人。姐姐这几个月来对阿离的照拂，妹妹实在是感激不尽。阿离打小便失了母妃，因着姐姐的容貌，错将姐姐当成自己的娘亲。如此失礼，还望姐姐你能多担待些。担待倒不必，我很喜欢她。君上对阿离的母妃用情很深。当年阿离的母妃跳诛仙台，君上便跟着一同跳了下去。被折颜上神救回时，在紫宸殿一躺就是60多年。姐姐，你看，这一揽芳华丽满院的桃花，就是君上为了纪念阿离的母妃所种下的。君上这200多年来，没有一时是愉悦的。姐姐，你既然同阿离的母妃长得像，妹妹觉得这实在是个缘分。方才的这一拜，也是盼着姐姐你能够早日同君上成婚，以慰藉君上那颗已经死了一半的心。这侧妃倒真是机灵得很，这是要说我青丘白浅，
能得夜华如此倾心相待，只是因为和阿离娘亲长得很像。亏得我在凡界游荡时瞧了许多这样桥段的戏本子，方能入木三分地领会他这个话背后的意义。你既和我推心置腹地说了这么许多，我也应当同你讲几句心里话。姐姐请说。素锦，你心里所求的东西，并不是人人都想要的。做神仙，还是不要太聪明的好。姐姐说的话，妹妹听不太懂。听不懂是吧？听不懂的话，回去闭门思过几日，自然便懂了。是。先别急着起来，我还有几句话要提点你。我这个人呢，一向受四海八荒众仙朝拜，依的是我们青丘的礼。你若说要来正经的拜我一拜，需提前3日沐浴更衣，吃斋焚香，3日后方可向我行3跪9叩之礼。这礼是麻烦了些，但若是你那夫君夜华来拜我，我也是受得起的。只是我一向不喜欢小仙们这样来拜我，我觉得太过繁琐，一手心意到了便可。所以你下次若是说来正经的拜我，还是行我们青丘的礼，不必跟我提天宫的规矩了。都是妹妹疏忽了。再者，我阿娘之前并未给我添过什么妹妹，你年纪轻轻叫我一声姐姐，叫得我心里不太舒服。所以，你还是跟着规矩，叫我一声上神吧。上神，你退下吧。是。想不到夜华竟是这样的情种。当初他应该是爱团子娘爱得深切，若我推断的没错，团子娘应该是被这素锦逼得跳了诛仙台吧。以夜华的性子，怎么没将这素锦给劈了？上神料得不错，是劈过一回。你说什么？那时君上方醒过来，身上不济且万念俱灰，没有一丝活气息，整日只一个人关在殿中，连小殿下也不理。可不过2个月，天君便令一顶轿子将素锦娘娘抬进洗污宫。那一日，君上将一把冷剑刺入她的胸膛，天君及时赶来，将她救了回去。后来，她由天君保着，成功入了洗污宫。君上一直把她当成养着我家主子眼珠的一个罐子罢了。眼珠？他那双眼珠，便是从奴婢命苦的主子身上偷来的。乐须娘娘说，君上以为将自己的心思瞒住，让9重天的人以为他不在意我家主子，便能保住我家主子的命。可他的心思瞒住了天上诸位神仙，也让我家主子心灰意冷，以为君上当真嫌弃了他，却没瞒过天君，终究还是要了主子的一条命。奴婢失言，